关于日本清酒，呃，我一直有一个小疑问，不管你有没有喝过日本清酒，也许你没有喝过，但是您可能都听过这个名词，叫做精米步合。精米步合哈，呃，它最主要的概念是把米的外层，那至于这个外层有多少不确定，好，把外层磨掉之后，剩下中间的米心，不能讲中间的米心啊。其实关于这个没有所谓的米心这种说法，因为金米薄荷的意思是说，他认为日本酿酒师认为米的越靠近外层的地方呢，它的所谓的不适合酿酒，会造成酒的颜色啊，或是酒的味道啊，没有那么的干净的。注意哦，我讲的是没有那么的干净，并不是说它是不好的东西。事实上，米的比较外层的地方呢，有很多像灰质啊，就对人体有帮助的维生素啊，或者是这个甚至比较多的蛋白质啊、脂肪啊什么的，很多东西。任何树的任何东西的果实呢，通常都因为从里面开始长嘛，从你看那个芒果，看这个什么苹果，都是一颗小颗开始长，慢慢越长越大。所以长到外面来的时候呢，特别是果实这种东西呢，水果类的东西，即便是谷物类的那种那种形态的果实呢，它的外层必然都是会比较有抗氧化，或者是有比较多的这种香气，甚至甜度这个甜度就不一定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它的外层必须要非常的吸引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水果的话，它必须要能够吸引到这个虫啊、鸟啊，或甚至人啊、动物等等去吃它，然后才能够传播它。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水果里面会有种子嘛，果实跟种子是不一样的东西嘛。果实是果实，种子是种子，但是种子跟果实之间呢，可能可以很接近，也有可能可以很小。那各位去思考，比如说西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种子很小，果实可能很大。那以米来讲呢，这种谷类的东西呢，它这个米算不算是果实？它算哦，它也有果皮哦，它只是果实跟这个外面这一层这个包裹它的这个稻壳哦，米是先有一个果皮，米的皮哈，然后这边才是它的那个外壳。它的理论上，它的果实跟它的外壳中间呢，就是应该要存在着果肉，就好像西瓜的种子跟果皮中间要存在着果肉一样的道理。只是像这种谷物类的东西呢，它就已经很接近了，这两者之间很接近了。它并不是没有果皮，那我们把它脱壳之后呢，基本上呢，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种子这个部分呢，果实的这个部分呢，不是种子，果实这个部分呢，它还是外面那一圈还是会比较有养分，要吸引到一些，反正能够帮忙它传播的嘛。那这个可是，一吃的时候，因为它可能就整颗都带走了，那它上面还有那个胚芽，然后慢慢会去发芽。当然，它比较不倾向这样子啦，就是说它会被消化掉嘛，所以那种比较小的果实这种，或者是藏在地里面的这种的地下根啊那种地瓜这样子的东西呢，它最主要是它的糖分最主要都是以淀粉的方式来保存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子糖与糖之间结合的很紧，它比较不容易一下就分解掉了。不容易分解掉的状况底下呢，那上面那个等到日子到了水啊什么的来了之后呢，这个掉落到地上的这个稻
稻壳、稻米，或者是埋在土里面的、水里面的这些根啊、地下茎什么的，它会开始发芽，它开始生长起来。简单讲，就是这种谷物类的东西呢，它的跟果实类的本质是不一样。那我回过头来谈，就精米步合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精米的部分是要把外层这些东西给去掉的话呢，其实你留到里面，越里面的确是淀粉的比例会更高，因为它不需要那些外面的那些东西了嘛，留在中间的淀粉的确比例会越高。这个在这种任何的这种谷物类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如此。外层会比较多的东西，因为你的那个胚芽是在外面嘛，是在这顶头这个地方嘛，所以说你制作清酒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怎么讲，跟葡萄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说葡萄是为了要迎合风土，或者是讲说它是因为风土的关系塑造出这种神奇的饮料出来的话，对于这些酿酒师来讲，他就是想办法要留住这些因为外在环境所成就的这个果实，然后所制造出来的饮料。可是对于清酒来讲呢，它反而是外在的东西所造就的这个果实，同样都是果实哈，我讲过了，广义上都是果实没有问题哈，只是它的几乎没有果肉。那这个部分呢，即便是如此，外面的这一圈呢，通常还是比较有营养的东西啊，所以你把它去除掉，就好像各位应该有听过这种早期的，如果去航行的这些水手们，如果出去没有带这些蔬菜果物的蔬菜水果类的东西，或者是你是吃的米是属于那种经白过的米，就是去掉那些果皮上面那些，就是你脱壳掉了，你连那个米的那个皮都弄掉，米上面皮上面也是有抗氧化剂啊，也甚至有维生素 A 啊那些东西，你只吃单纯的白米吃很好吃没有错，可是你在都市我们可以这样吃，因为我们可以补充到很多其他的维他命。你为了要饭好吃，你可以从别的地方补充维他命或补充别的地方补充的人体需要的像矿物质什么的维生素什么的。可是呢，你在酿酒的过程，在表皮的这些比较丰富的这些元素，你把它去掉，中间即便有，就含量就很少了。那如果是像航海的那些人呢，他如果出国不是喝葡萄酒，他只是不是出国了，在海上，他单纯只是呃清酒，那这个清酒里面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除了氨基酸之外，你可以说它很营养，说它还有可能还有一点果糖，然后说它很像是这个人体必须要的能量的东西，这没有问题。我甚至听说过说，这是有人在吹嘘啊，就是有日本的一些学者，以前我有看过类似的报道啊，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哦。他说紧急状况底下呢，像大银酿啊那种很高等级的，这以下讲的话我不负责任，我只是转述一个这种有趣的一些想法而已哈。那紧急状况底下呢，你比如说遇到一个在雪地里面遇到一个人，他已经快要不行了或怎么样子的，那你刚好你身上有带大银酿，这几率可能不太高了哦。你可能可以透过静脉注射把那个精密度很高这种大银酿把它打到皮肤里面去，然后为什么？因为里面就有很多养分啊。我在想，这样的大银酿应该是日本酒度，应该日本酒度要低一点，然后这个就含糖多一点，然后酒精度最好再更低一点。所以也许它可能还要混合一些蒸馏水吧，一起去打。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可以比较快的补充到养分。那至于酒醉的时候，因为它身上没有酒测嘛，那你不要过量就好了。基本上是要补足它的养分。当然，以上这个是开玩笑的哦，我并没有这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哦。但是我回过头来就是讲说，精米步合其实对于你用葡萄酒的风土来看，它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应该讲是完全是 against 冲突的。那
你却很崇尚精米步合，回过头来，你越崇尚精米步合，越崇尚这个米要把它精到很小，只取中间这个外层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因为它对酿酒过程是造成不好的影响的，那你就越没有本钱，就越没有这个，你就应该越对这种谈风土这种事情感到怀疑。为什么？因为米是完全反其道而行，清酒是反其道而行的。所谓的风土，基本上表现在最后面的外面这些部分了嘛。我刚刚前面花了一段时间在解释这些东西，所以，精米步合啊，它的定义我再回想，再回说一次，就是你今天如果拿了1000公斤的米，含壳什么那些东西的，就一袋米，拿去精米机里面去精米，它脱壳啊，然后开始磨，慢慢的去磨啊，花很长时间去磨啊，磨到最后你拿出来剩下五1000公斤，剩下500公斤的话，它是用公斤，就是用重量来算的，那你就是500除以1000，就是精米铺就是50，意思是说呢，我的原料剩下50%了。大家常知道的踏迹2个3呢，就是磨到去掉77%，所以剩下23%，那重量剩下230公斤而已。那剩下外面的770公斤呢，其实是很多养分、很多维生素、灰质、矿物质、这个蛋白质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呃，我先不要讲被丢掉，就是被精米精掉了。那你剩下只是用这些单纯的，呃，比较多，相对来讲淀粉比较多。再强调一次哦，我拍这次要拍的短一点，因为我发现太长，其实很多人很少看到后面。你没有看到后面很多东西，我讲的东西你会不清楚。精米步合精到最后，你不要以为它就是完全只剩下淀粉而已，不是，它只是淀粉，相较于其他的那些呃表层的那些所谓不适合酿酒的物质来讲，淀粉的比例在米心越靠近中间的地方是比例是越高的。那比例越高，高到什么程度不一定，要看你当年的状况。有些年的时候，那个米粒呢，就是蛋白质含量会比较多，所以这跟精米不合，但就可以勉强扯得上年份的关系啊。但是它越里面基本上是淀粉占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些，你也可以讲高很多，但是基本上并不是完全就是淀粉。在这里呢，12分钟了13分钟，在这里我用一句简单的话哈来做一个结论，就是说，如果我要精米不合这度数这么高，只剩下淀粉的话，那我为什么不刚最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纯粹用淀粉来酿酒，纯粹用淀粉酿酒不行吗？因为你根本不需要那些，你也不像果实一样，你的香气最主要都是来自于曲菌跟这个酵母菌的作用嘛，也许再加上一些乳酸菌的作用产生的香气嘛，然后包含醇类，就是酒精本身也有香气，醇类本身也是芳香物质，所以我们如果找到一个东西完全都是淀粉，或者是淀粉比例更高的，它是不是可以取代清酒当做原料来使用，对不对？那更极端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就把，因为你为什么要有淀粉，就是因为淀粉呢，它是含糖的，它是多糖体，可是你中间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要把它切开，你要有曲菌。那我可不可以连曲菌都不要呢？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拿葡萄糖来酿酒，单糖类的东西来酿酒，单糖还有我记得麦芽糖是不是单糖还是双糖？葡萄糖、果糖那些都是嘛，哈，半乳糖好像也是，或是简单讲，就是你用葡萄糖来酿酒就好了，用糖来酿酒就好了。那这样是不是精米步合几乎是零了？精米步合零是什么概念？不能讲零啊，没有零的这种东西啊，就精米步合趋近于零，意思是说，我几乎把任何其他东西都弄掉了，只剩下
很中间、很中间的部分。所以金米薄荷8、金米薄荷9、金米薄荷7这种酒会好喝吗？我直接回答为什么不用葡萄糖来酿酒？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就清酒是一个很怎么讲呢？往这边往右边讲了有右边的道理，往左边讲有左边的道理，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矛盾的酒。这如果有日本的听众，不要介意我这样讲，就是我觉得这跟日本人的个性有点像，有些东西就是越要讲越不讲，然后讲了这个让你猜或什么有的没有的，变成是很模棱两可的那种个性在里面。如果单纯的用葡萄糖来酿酒，或是你把它精米到只剩下淀粉，那个你就我的意思说对，就是用葡萄糖来酿酒，那这样子的话反而酿出来不好喝。理论上来讲，它的精米步合应该已经是很低很低、极低极低了。为什么这样反而不好喝？因为单纯的那就变成在做化学实验啦，就是糖加水，然后再加酵母，都成为酒精加二氧化碳，然后再加香气物质，注意最后的香气物质。那香气物质我刚刚讲贡献来自于除了酵母菌之外，它在发酵过程中所创造之外，其实曲菌它在生长，它在从曲菌变成加上那个曲米变成曲的过程之外，它还会产生一些是要怎么形容呢？amino 也是嘛，就是那种氨基酸呢，就是产生养分，然后也会产生这个香气。你看哦，养分被你丢掉了，现在你要借由这个曲菌去产生，可是产生的东西还是不太一样哦。然后又需要乳酸菌，这些东西呢就变成是前面丢掉不要，后面又把它找回来，然后是利用不同的方法去找回来。当然呢，米本身没有什么香气，所以它的香气来源主要是来自于这3个菌的这个组合作用，或者是乳酸菌你可有可无了。但是现在的方法就是把乳酸菌可能去掉，就是数量源这样的部分。但是你去思考说，它如果单纯的用葡萄糖去酿酒的话，酿出来的酒绝对不会好喝，因为它会很单调乏味。可是你可能可以很完整控制这个酿造流程。这时候，如果这样的话，未来可能就会有所谓的加味清酒出来了，对不对？我酿出一个基本的清酒的形态的东西出来，米去酿造的，我丢一些水果进去下去，是不是？反正就是混合之后，就各种草莓口味的清酒啊。其实这个东西在早期就已经有酒造在做过了。但是它不是像我这么讲的这么极端，它是最后再调果汁进去，方法是跟什么？跟葡萄酒去学的。好，这个东西就牵涉到雪莉酒啊、波特酒啊，或者是那些所谓加烈酒的东西。那以后有关联啦，可以牵得起来，我再解释。我想要试着录短一点的东西，这样对我来讲比较简单，我还不用弄着横的，然后转档案比较麻烦。那比较短，这个我随时随地想到我就可以讲了。那这一期就讲精米步合，还有它的吊诡之处。我是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填土之道有道理。我会讲到填土之道有道理，最主要是因为有理由的理，这样比较容易搜寻到这个平台。你如果打海恩的话，会找到另外一个韩国的明星，除非你打海恩，我理想中的餐酒生活。那打道理是最快的，会找到我这个频道。好，就这样，拜拜，我要去吃晚饭了。元宵节快乐！